是一个这个冬天滑雪、夏天冲浪的运动女孩，然后呢，就是希望把爱好变成生活的一个人。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画室，进来吧。因为我本身就喜欢画画，我从小就学这个，学了有10几年了，然后所以呢，就每一个艺术生的梦想都希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画室。然后呢，我就开了这个小画室，其实目的就是想交几个朋友啊，然后自己有一个空间可以画画，就是只有一点。19年的那会儿吧，我那会儿在做美食主播，就是周末的时间就空着也是空着，然后我就说，那就开个画室，然后每周约几个人过来画画，就这样。中间有一度爆红，现在稍微冷了下来，因为主要我不是变成运动女孩了。之前有把它打造成网红画室啊，你们也能看到啊，这个装扮啊、布置啊，就之前都还很用心的去做。然后就是小红书，就是之前一度爆火，你只要搜温哥华小木屋画室，就全都是这个装扮。开的早一点，然后可能大家就知道我多一点，对，然后再加上比较有特色吧。就温哥华像这种小木屋的感觉比较少，像我当时有客人都在问我说，你的画室在山里吗？对，就感觉这个环境下就可能是在山里的，大多数都是工业风啊，那种比较简洁一点的，所以这个特色就比较显著。就是我就是去做，它肯定就会有人来。就温哥华不就是这样，你稍微你只要你努力，它就一定是有收获的嘛。有一部分是我画的，对，这边基本上都是学生在画的时候，那我坐着也闲着，就跟着一起画。前年突然疫情，然后就整个温哥华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，然后只能去山上滑雪。然后本来就我一直很想去尝试这个运动，刚好有这个时间了，然后感觉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，我就去了。然后呢，自己就尝试了。之后我觉得这个运动就特别的好玩，很上头，就白色鸦片。从我一开始是个小白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，我说到季末的时候我一定要去考个教练牌。然后呢，那身边就会有不好的声音嘛，就说你现在这么菜能行吗？我说我一定行，对。然后我就努力啊，那就坚持呗。其实中间有受伤啊，有摔到进急诊啊，然后打绷带啊什么的。然后但是我受伤的时候，我其实心里都在想的是，完了，不能滑雪了。就我想的不是我多疼，然后我以后怎么办？不是，我想的是完了，不能滑雪了，怎么办？什么时候好呀？然后大概3个星期之后吧，就是差不多了，能动了，我又去了，就是继续上，就是我们滑雪人有句话怎么说？只要腿没折就能继续滑。对，然后到季末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去考了试，然后也考过了，就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，就觉得说，我这一个冬天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还是有成果的。然后到那个3、4月份的时候，咱们雪季结束了。结束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好有这种失恋的感觉，就感觉，到夏天该怎么办啊？就因为还在疫情当中嘛，然后那也没什么事情做。刚好那会儿国内比较兴起尾波冲浪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发现尾波冲浪就是跟滑雪是一个很相关的一个运动。然后就滑雪人其实都到了夏天的时候，在国内啊，就都会去玩尾波冲浪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说那我们也试试吧。然后我们就几个朋友就买了一艘船，对，然后我们就也去做了这个尾波冲浪这件事情。然后觉得挺好玩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。虽然就是姿势啊什么的，就跟我们滑雪冲粉雪一样的感觉就很像，但是这个你讲我们在粉雪里面其实找的那个快乐就是冲浪的快乐，那我们真的在冲浪就感觉又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就我们夏天又去痴迷冲浪了。还有这个身材要求，你冬天穿的多你无所谓，那你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穿的比基尼啊，穿那男生就是露腹肌啊，就那个时候你就得我得注意一下身材管理。我一般会从零基础开始教，就是他完全新手，然后在我这儿我可以说80%的人就是零基础啊都可以冲起来，就哪怕你不会游泳。对，你只要不怕水就可以。对，如果会滑雪，会平时做运动，就是它需要核心力量，就是你可能会更快。对，就其实挺容易的。冲浪跟滑雪相比较来说是很快的一个上手的运动。去年冲浪就碰到一个，就是我觉得我人生中可能
觉得大多数人不太会经历的一件事，挺有趣的。就我们当时是送客人回到岸边，回到码头，然后那天呢退潮，然后就比我们就是预期的退潮时间还要早，有点着急，就直接从那个岸边稍近的点就直接那个船绕过去，直接就卡住，对，整个船就卡在了那个淤泥里边。然后我呢就带着所有的人，然后下船，然后在那个泥巴地里边，那泥巴地都已经就是盖过膝盖就大腿根那儿，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走到码头，就很狼狈。对，然后这还没算完，我把客人都安顿好了送走了，然后紧接着我们下午其实还有客人，然后我就只能在那儿等着那个船出来，等涨潮，我们就订了个外卖。然后那个外卖小哥送到码头的时候都愣住了，哎，这地址对吗？怎么送到码头？然后就看着我从那个海边水里边，然后一步一步踩着烂泥巴出来去拿的外卖，小哥看着我都愣住了。然后我就提着那个外卖，哇，巨晒，那就是温哥华最热那几天，对，可能都快将近40度了那会儿。然后我就提着外卖，然后一步一步往那里边走。然后那天我在海边暴晒了4个小时，然后才有一个小哥哥开着摩托艇把我们给拖出去了。我们目前就是发现的几个地方，离温哥华最近的风景比较漂亮的湖在 Golden Ear 那边，对，然后再稍微远一点的就是 Cottage Lake， 就是还是会告诉客人，就是你来的时候你不要怕，不好意思，你一定要说，这个是很大的安全问题，就是怕水或者没游过泳，你一定得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合理的告诉你怎么去接近这个水啊，让你没那么害怕，没那么抵触心理。然后女生千万不要长指甲的去冲浪。我们有碰到过几个人，就是下水的时候太紧张，因为我们下水要拉那个绳子，那个绳子过于紧张的话就会一直抓着。那当你从板上掉下来的时候，你就要立刻松手。然后呢，有人呢，由于紧张状态下，有些人就会立刻松了，有些人就会一直抓着那个绳子。他一直抓着那个情况下，船是一直在开的，船的那个动力就会直接把你就拽翻，然后那个手如果没有及时放掉的话，那个指甲会整个掀翻。对，我们当时就看到那女孩的血唰就流下来了，哇，把我们吓死了。对，然后之后呢，我就在想说，就是人生就活一次嘛，你要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热爱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因为我去热爱滑雪，然后我就想说去做一些相关的事业，然后我就去做了滑雪服品牌。品牌我们其实也是筹备了很久的，然后本来是我一个很好的姐姐，她本身之前就在找这个合伙人，然后我就刚好符合她的要求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东西，做了国风。然后发现现在的滑雪服都是比较西式一点吧，就是可能都是西方的这些品牌占据主导市场嘛。然后我们想说，那我们做点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先带给温哥华本地的华人小伙伴，然后我们去做了国风，然后使用的都是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图案，都比较中国风一点的，比如说是平安符啊。然后我们品牌的名字也是我们叫 Super Bianco， 但其实我们会取中文是 BO 是博，然后这个其实是《山海经》里面9大神兽之一，对，它是独角兽的原型。这个神兽它的一个形象就是英勇善斗，然后但是它酷爱和平。我觉得这个事儿跟我们的理念跟滑雪都蛮像的，就滑雪每个滑雪的人都想去挑战自己，然后想去挑战大山，但是你在挑战大山的时候，你想要去征服它的时候，你也要想你要对它抱有一个敬畏之心，就是你真的觉得说，哎，我能征服它的时候，哎，大山狠狠给你上一课，你保不齐就会摔到哪儿，就很危险。其实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在去滑雪的时候会受伤啊，就严重点可能就丧命了。对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安全第一的一个理念去滑雪，就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理念吧。在雪季初期的时候，然后做这个雪服，当时站在那个雪山上，我就在想，哎，我能不能在今年滑雪的时候看到山上更多的人穿着我的雪服，然后在很开心的滑雪。哎，这个小愿望我实现了。然后后来在2-3月份的时候吧，2-3月份的那种就是我在山上滑雪的时候，哎，我时不时就能看到我们的雪服品牌。对，然后就会有朋友跟我说，哎，西西，你看你的衣服的那边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心里很开心，哇，就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然后就也很有标识度嘛。那你想，我的朋友们看到就知道，哎，这是西西的那个品牌，就大家会已经记到脑子里了，这件衣服它是一个什么样子，就让人有辨识度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一件事。